诸位啊，今天咱们来讲一个特别扎心的现象。我保证你们听完之后，对人生的看法绝对会有180度的大转弯。你看啊，现在的人稍微赚了点小钱，或者在网上有点名气，是不是恨不得把全世界的名牌都套在自己身上？是不是觉得出门非得豪车接送，住的必须是几百平米的大别墅，才对得起自己的身份，对不对？大家伙都觉得这才叫成功，这才叫好命，这才叫人生赢家。但是我跟大家讲，最近有这么一个事，深深的刺痛了很多人。有一位曾经在咱们华语影坛可以说是封神的人物，咱们就叫他某大满贯影后吧。你们可能不知道他当年到底有多火多耀眼。这么说吧，别人努力一辈子连个边都摸不着的电影界最高荣誉，人家在30岁之前几乎全拿遍了。什么叫众星捧月，什么叫天之骄女，她就是活生生的例子。结果呢，这位顶流女演员竟然主动远离了大荧幕整整21年。就在前不久，她在某社交平台上发布了第一条视频，短短1分多钟的视频，切了26个场景，换了20多套造型。你们知道最让人惊讶的是什么吗？这个视频竟然是他自己亲手剪辑的。大家顺着这条视频往下挖，好家伙，发现这位曾经光芒万丈的影后，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她在海外某大都市定居了，没有住在什么富人区的半山豪宅里，而是住在一个贫民区的小房子里，跟咱们身边天天见面的普通老百姓没有任何区别。有媒体去探访，发现他那屋子里最贵的一件家具，诸位，你们猜猜是什么？不是什么几百万的红木沙发，也不是什么海外进口的顶级真皮大床，而是一把旧理发椅。这把椅子还是他自己跑去旧货市场跟人讨价还价讨回来的。诸位记住了啊，更夸张的还在后头。这位曾经随便走个红毯都要穿1000万高定礼服的大影后，现在每天拿着一个不锈钢饭盒跑到楼下去打包盒饭。他把那些100来块钱的平价衣服和随便买来的地摊货混搭着穿，就算买件几十块钱的衣服，他也要把商标剪得干干净净。他对别人说，衣服就是他自己的一部分，不需要任何牌子来定义。他最喜欢干的事儿就是穿着简单的白衬衫、黑色阔腿裤，骑着一辆破旧的单车，在海外的街头毫无顾忌地穿梭，看那些陌生的街景和人流。很多人看到这个新闻，都在底下评论叹息：哎呀，这女人是不是疯了？是不是遭遇了什么变故破产了？怎么一代影后混得这么落魄，这么寒酸？我看到这些言论，我真的只能摇头。现在的人啊，都不懂，都被物质给蒙蔽了双眼。这叫落魄吗？这恰恰是人家活透了，摸到了咱们易经里最顶级的宇宙规律啊。易经里早就讲过了，乾卦到了最顶端，那一爻叫什么？叫亢龙有悔。什么意思呢？一条龙拼命地往上飞，飞到了最高的天际，再往上已经没有空间，没有路了。在这个极高点，如果他不知道低头，不知道收敛，还硬要端着那个架子，接下来必定会遭到狂风暴雨的打击，必定会有无尽的灾祸和悔恨。这位大满贯影后在30岁之前就把人间的名声、财富、荣誉这些世俗追求的极阳之物全部占尽了。在咱们命理学上，这叫什么？这叫能量满溢，这叫烈火烹油。诸位要明白，天地间的能量绝对是守恒的，阴阳永远在相互制约。老天爷把所有的聚光灯和好运都打在你的身上，
如果你时时抱着这些光环不撒手，觉得这一切都是你应得的，那么很快老天就会用另一种极其惨烈的方式从你身上把这些东西收回去。人生如同阴阳消长，太阳升到了正午最烈的时候，接下来就必须得落山，这是任何人都违背不了的道法自然。命运就像河流，你改变不了它的流向，但你能改变自己的位置。这位影后之所以能安安稳稳地走到今天，就是因为她有一种极其可怕的直觉和智慧。她为什么去旧货市场淘旧家具？为什么穿10几块钱的衣服去菜市场跟菜贩子讨价还价？为什么用不锈钢饭盒？这在玄学风水里叫做主动做减法，叫做泄。你看啊，当你的名气和财富太重的时候，就好比你背着一座几十吨重的金山在薄薄的冰面上行走，随时随地都会兵裂人亡。这时候你要想保命，想平平安安，你该怎么做？你得把背上的金子赶紧往下扔啊，你得让自己变轻啊。他剥去了那些虚荣的品牌，剥去了影后的光环，去过最市井、最接地气的生活，就是在用人世间最普通的烟火气，去中和他身上那股高处不胜寒的极阳之气，用平淡去化解凶险，用低姿态去承载大福报，这就叫阴阳调和，这就是真正的物极必反后的大智慧。古人的智慧咱们得好好学，这个道理啊，你们要明白，不要总觉得拥有的东西越多越好，地位越高越好。有时候你什么都想抓在手里，最后反而什么都抓不住，甚至连命都得搭进去。而当你敢于放下的时候，你反而拥有了整个世界。那么这位影后早年为什么会被骂成花瓶？她又是怎么完成命运的逆转，踏上封神之路的？少年得志在命理上究竟隐藏着多大的杀机？咱们现在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天天做梦都想一夜暴富，想一下子红透半边天，想20岁出头就走上人生巅峰。大家都觉得出名要趁早啊，早发财早享受，对不对？但是我跟大家讲，你如果真懂一点易经，懂一点老祖宗留下的命理学，你听到少年早发这4个字，你绝对不会觉得这是什么天大的好事，你反而会惊出一身冷汗。为什么？因为老祖宗有一句铁律，叫做少年得志大不幸。你看啊，咱们这位大满贯影后，她早年的经历就把这句铁律演绎得淋漓尽致。当年她才18岁啊，青春无敌，跑去参加当时娱乐圈里最顶尖的某老牌选美大赛，凭着那股子灵气和漂亮脸蛋，一下子就拿了个亚军，还拿了个什么最上镜小姐奖。紧接着命运的齿轮就开始狂转，老天爷简直是追着喂饭吃。他在片场随便一站，就被一位极其出名以拍商业赌片闻名的某知名大导给盯上了。这位大导眼光多毒啊，一眼就看出这姑娘身上有极其强烈的明星磁场，马上拍板让她去演电影的女主角。诸位，18岁出道，马上就是大荧幕女主角，这运气好的让人眼红吧？这叫什么？这在命理上叫大运提前兑现。可是结果呢？她迎来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铺天盖地的嘲笑和打压。媒体报纸天天嘲笑她，说她就是一个行走的花瓶，除了长得好看，一无是处。不仅如此，就连圈内那些真正的大咖都看不上她。当时有一位风华绝代，后来极其让人惋惜的某已故天王，就直接质疑他的演技。还有位拿奖拿到手软的某电影影帝，
也毫不客气地说他根本不懂什么是表演。很多人替他叫蛆，觉得这些大咖是在欺负新人。但我跟大家讲，从玄学的角度来看，这些打压、这些质疑、这些骂声根本不是坏事，这恰恰是老天爷在救他，这是在帮他挡灾啊！你们要明白一个道理，《易经》里讲厚德载物。什么是厚德载物？我给大家打个比方，人生的福报、名气、财富就像是滚滚流淌的江水，而你这个人，你的心性、你的修为、你的阅历，就是承载着江水的大坝。一个18岁的小姑娘，就算长得再漂亮，她的心智也是不成熟的，她的大坝才刚刚建了个地基。这个时候，老天爷突然给她降下一场泼天的富贵，把巨大的名声和财富像洪水一样倒进她的人生里。诸位想想看，这大坝能撑得住吗？绝对撑不住，瞬间就会被冲垮。也就是说，福报太大，如果没有相应的德行和修为去兜底，好运就会变成致命的毒药。咱们在生活中见过太多这种例子了。那些突然中了大奖的人，那些突然爆红的网红，因为心性没修炼到位，德不配位，几年之后不是破产就是进去踩缝纫机了，下场比普通人惨10倍100倍，这就叫福不配位，必有灾殃。这就是我要给大家强调的，你们一定要记住啊，没有那个容器，就别去接那个天降的水。老天爷是很公平的，他给了这位影后惊人的美貌和早早成名的运气，就必须给他安排磨难来压秤。那些大导演的痛骂，那些影帝的嫌弃，就是老天爷派来敲打他，磨练他的煞气。他在片场一遍又一遍的背台词，忍着眼泪去揣摩角色。在这个痛苦的过程中，他的心性开始一点点变得坚韧，他的大坝开始越筑越高，越筑越厚。这就是命理上讲的以沙化印，用痛苦和压力去转化成保护自己的护身符。如果当年没有这些人骂他花瓶，他顺风顺水地飘在天上，觉得自己天下第一，我敢断言，他绝对走不到后来的神坛，早就被娱乐圈的洪流给淹死了。命运就像河流，你改变不了流向，但你能改变自己的位置。他选择在骂声中沉下心来，这就是在给自己的人生夯实地基呀。但是诸位啊，老天爷给他的考验到这里才仅仅是个开始。事业上的坑他算是扛过去了，可是在另一个领域，老天爷给他布下了一个极其惨烈，几乎要了他半条命的风水大局。这也是很多长得漂亮有才华的人怎么都逃不过的死穴，那就是情债。谈了11次恋爱，次次遍体鳞伤，甚至被人卷走千万身家。为什么越是漂亮越是成功的人越容易招惹烂桃花？我跟大家讲，你如果只看到了这位大影后在事业上的风光，你就大错特错了。老天爷在事业上给他开了一扇极其宽阔的大门，但反手就在他的感情世界里给他挖了一个深不见底的万丈深渊。你们去扒一扒他的情史，简直可以说是一部血泪史，整整11段公开的恋情。诸位啊，11段啊，哪一段不是轰轰烈烈？但哪一段又是善终的呢？全失败了。刚出道的时候19岁，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跟一个某圈内的发型师谈恋爱，结果呢，对方脚踏两只船，小姑娘受了情伤，分了。后来他又跟咱们港圈里一位非常有名的某才子导演在一起了，一个是才华横溢的大导演，一个是正在冉冉升起的玉女明星，外界都说这是天作之合，对不对？可结果呢，这位才子导演爱赛车，爱自由，
远远胜过爱他。那股子冷落和忽视像刀子一样割人，最后还是分道扬镳。你说这是年轻不懂事，遇人不淑。那咱们往后看，到了1993年，这时候她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小丫头了，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明星了。她遇到了一个某商界精英。诸位啊，接下来发生的事把很多女人在感情里的盲点暴露得一览无遗。这个商界精英的公司出现了极其严重的资金危机，眼看就要破产了。咱们这位大影后重情重义直接拿出了自己辛辛苦苦拍戏攒下的1000多万积蓄。诸位，那可是90年代的1000多万了。他倾其所有去帮这个男人翻身，结果呢，你说气人不气人？这个男人拿着他的钱缓过劲来了，转身就搂着一个年轻漂亮的新欢，堂而皇之的登上了八卦杂志的封面。这叫什么？这叫被骗钱又骗心啊！这次背叛几乎把咱们这位大影后的精神给击垮了，逼得她只能远走海外去疗伤。你以为这就完了？没有。后来她跟一位某法国名导结了婚，这是她唯一的一段婚姻。可婚后呢，她回国拍了一部极其经典的穿旗袍的文艺片，断断续续拍了15个月。在这个漫长的过程里，他跟戏里的男主角，也就是咱们都熟知的那位某电影影帝，传出了一段意难平的纠葛。那部戏拍完了，他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两人离了婚。至于他跟那位电影影帝到底有没有故事，他从来没正面承认过，只在多年后淡淡的说了一句：那部戏给我最美好的回忆，但有些故事只属于电影。再后来到了40-50岁，他又谈过比自己小15岁的某混血建筑师，谈过比自己小20岁的某乐队吉他手，无一例外，全部无疾而终。诸位啊，看到这里，很多人都在感慨，说老天爷真是不公平，这么漂亮，这么有钱，这么有才华的女人，为什么就得不到一个安稳的家庭？为什么越是漂亮的女人，越容易招惹这些烂桃花？现在我就用咱们易经和命理学的核心规律，来给大家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你们一定要仔细听，这段话可能会点醒无数在情海里挣扎的人。我跟大家讲，在命理学中有一种极其可怕的格局，叫做桃花劫。你要知道，美貌、才华、名气，这些在五行中都属于发散的能量，属于极强的阳火或者金水之气。一个人如果在外面太耀眼，把这些属于阳的能量全部占满了，那么他内在属于阴的，需要包裹和安稳的那部分能量就会被严重透支。你们记住了啊，天地之间的能量是绝对守恒的。易经里讲，一阴一阳之谓道，老天爷绝对不会把所有的好事都堆在一个人的头上。你在外面的事业有多辉煌，你在家里的感情就有多孤寂。你赚取了千万人仰望的福报，你就必须用感情里的颠沛流离去偿还，这就叫情债。为什么他会被骗钱骗心？这在玄学上叫做破财挡灾，情伤消业。很多人受了情伤，就在那里怨天尤人，觉得老天瞎了眼。我跟大家讲，大错特错。人生就像河流，你改变不了流向，但你能改变自己的位置。老天爷给你安排这么多烂桃花，给你安排这种痛彻心扉的情伤，绝对不是为了毁灭你，而是为了淬炼你。诸位想一想，如果他20多岁就找个富商嫁了，安安稳稳的做个阔太太，每天打打麻将，喝下午茶，
那世界上还会有一个能在荧幕上把女人的风情、孤独、哀怨演绎的入木三分的国际影后吗？绝对没有了。那骨之灵气早就在柴米油盐和安逸中被磨灭了。这些男人给他的伤痕，在普通人看来是悲剧，但在道家的智慧里，这就是借假修真。老天爷是在用一次又一次的情伤，把他身上那层属于小女人的依赖感、虚荣心、软弱感，一层一层的剥下来，剥皮抽筋啊！诸位，痛不痛？肯定痛。但这恰恰催生出了他后来那种自在如风、谁也不靠的独立灵魂。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我再强调一遍，感情上的磨难，很多时候是老天爷在帮你渡劫，不痛不行，不破不立。你的心如果不被彻底伤透一次，你就永远学不会什么叫真正的强大，你永远只是个依附于别人的藤蔓。这位大影后用11次情伤的代价，彻底看透了情爱的虚妄，所以她后来能穿着10几块钱的人字拖去买菜，能不畏人言地过自己的日子，因为她的内在已经无坚不摧了。这就是在感情里把债还清了，修成了正果。但是除了感情上的万箭穿心，老天爷在事业上还给他安排了一次极其凶险的血光之灾，甚至差点让他毁容丧命。而正是那次身体上的破碎，让他彻底打通了任督二脉，开启了演技的封神之路。那次灾祸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普通人要想转运，为什么必须先经历一次碎裂？前面咱们讲了他情路上的坎坷，但这还不够。老天爷要成就一个人，或者说要彻底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轨迹，往往会下狠手。在咱们命理学里有一句话叫人不痛不行，人不破不立。有时候光是感情上的折磨还不足以让一个人彻底放下那个小我，怎么办呢？老天爷就会给你安排一次硬碰硬的血光之灾。你看啊，咱们这位大满贯影后早年被人家骂花瓶，为了摆脱这个称号，她拼了命地去证明自己。当年在拍某部极度危险的警匪动作大片时，剧组本来给她安排了替身，要去完成一个从高长楼梯上直接滚落下去的危险动作。结果呢，他站出来死活不同意，非要自己亲自上阵。到了几年后，拍这部动作大片的续集出大事了，在片场一个巨大的铁架子意外倒塌，不偏不倚，重重地砸在了他的额头上，当场血流如注，赶紧送到医院，足足缝了17针啊！诸位啊，你们想一想，对于一个靠脸吃饭的年轻女明星来说，额头上缝17针，这就叫破相啊！这简直就是要了她的命，对不对？很多人当时都觉得完了完了，这女演员的职业生涯算是毁了。但是我跟大家讲，你如果用玄学的眼光去看待这件事，这根本不是什么毁灭，这是她生命中极其重要的一次挡灾转运，这叫老天爷亲手替他把那个花瓶给砸碎了。你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易经里面有一个卦叫做剥过卦，剥落的剥，意思是旧的事物，外在的那些虚假繁荣，必须被硬生生的剥落掉，里面那个真实的生机勃勃的核心才能长出来。接着就是复卦，依阳来复，重获新生。他以前为什么不会演戏？因为他太在乎那张漂亮的脸蛋了。他所有的能量都聚焦在我美不美，我好不好看，镜头拍得我漂不漂亮，这些外在的壳上面。这个壳在命理上叫做华盖太重，把他的灵魂给封死了。现在老天爷用一个铁架子砰的一声，
把他的额头砸破了，把他的那个壳给砸碎了。血光之灾把他身上的那些浮躁之气、骄傲之气、对美貌的执念全部给泄了出去。这在风水命理上叫做见血化煞。也就是在这次破相之后不久，他遇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贵人，一位总爱戴着墨镜的某文艺片大导。这位大导正在筹备一部经典的黑帮文艺片。这位大导跟他说了一句什么话？这句话，诸位你们一定要拿小本子记下来，这也是道家修行里最核心的一句话。大导跟他说，演戏不是扮演，而是要共存。什么是扮演？扮演就是你戴着面具，你还是你，你只是在装模作样。什么是共存？共存就是无我，就是把你自己的那个壳彻底扔掉，让另一个灵魂住进你的身体里。因为缝了17针，他已经睡过一次了，他不再执着于那个完美无瑕的花瓶躯壳了。所以大导的这句话就像一句咒语，瞬间打通了他的任督二脉。他恍然大悟，他第一次把自己的灵魂放空，彻底融入了那个角色。就凭着这部电影，他人生中第一次获得了某顶级电影权威奖项的最佳女主角提名。从此以后一发不可收拾，彻底踏上了演技派的封神之路，拿奖拿到手软。大家看明白了吗？如果没有那17针的血光之灾，没有那次皮肉上的碎裂，他绝对无法领悟什么叫无我，什么叫共存。命运就像河流，你改变不了流向，但你能改变自己的位置。他借着这次灾祸，把自己的位置从一个靠脸吃饭的明星挪到了用灵魂共振的演员的位置上。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篇幅讲这个事？就是为了告诉咱们普通人，面对灾祸你要有大智慧。现在的人啊，遇到一点小灾小病，遇到个车祸刮蹭，遇到个破财，遇到个生意失败，就哭天抢地，觉得天塌下来了，觉得老天爷在惩罚自己。诸位记住了啊，我在讲课的时候经常强调，真正的转运往往都是披着灾难的外衣来的。老祖宗早就告诉我们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你在遇到重大挫折的时候，那就是你的外壳在被敲碎的时候，你的虚荣心，你的执念，你那些错误的认知，只有被残酷的现实狠狠砸碎，你那个真正强大的内核才能破茧而出。你不痛你就不会醒，你不破你就永远立不起来。你看这位影后经历了事业上的打压，感情上的万箭穿心，身体上的血光之灾，这3重劫难就像炼丹炉一样，把他生命里的杂质全部烧了个干干净净。所以等他到了50多岁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让全世界都目瞪口呆的决定。他离开豪宅，住进贫民区，穿着地摊货去买菜。很多人说他疯了，说他可怜，但我跟大家讲，错，大错特错。他这是给自己布下了一个普通人根本学不会的全宇宙最顶级的风水局。什么是顶级风水？为什么剪掉名牌商标能改命？诸位啊，咱们这节课讲到了全篇最核心、境界最高的地方了，你们一定要竖起耳朵好好听，听懂了这一段，你以后的人生至少能减少80%的焦虑和痛苦。咱们先来看看这位大满贯影后到了50岁之后干了些什么荒唐事。2014年的时候，她50岁整。按理说，一个拿了某国际顶级电影节影后，在影坛早就是祖师爷级别的人物，50岁应该干嘛？
应该舒舒服服的坐在评委席上，或者参加个什么高级晚宴，接受晚辈们的顶礼膜拜，对不对？可是他呢，他跑去参加了一个某大型的户外音乐节，跨界去当摇滚歌手了。结果一开口，嗓音沙哑，全程跑调。第二天，全网的媒体都在铺天盖地的嘲笑他，说他这是地狱歌喉，晚节不保啊，把前半生积攒的完美形象全给毁了。面对这种几乎可以说是身败名裂的群嘲，如果是换作一般的明星，早就崩溃了，早就发个声明躲起来再也不见人了。可他怎么回应的？他坦坦荡荡地站在台上说，我演了20部电影还被说成花瓶呢，请给我20次机会，我一定能行。诸位啊，你看他这股子劲儿，这就是内核彻底强大之后的表现啊！紧接着更让人大跌眼镜的事情发生了，有狗仔队拍到他竟然搬离了原来住的千万级半山豪宅，住进了一个非常普通的平民小区。他每天穿着19块钱的人字拖，套着几十块钱的地摊 T 恤，去逛乱糟糟的菜市场。他甚至被拍到去那种平价服装店里扫货，买几十块钱的基础款。最绝的是什么？媒体爆料，他买回来的衣服，不管是几万块钱的摩顶奢名牌，还是几十块钱的地摊货，他都会拿出一把剪刀，把衣服后脖领子上的那个商标咔嚓一刀全部剪掉。很多人看到这里真的以为他疯了，以为他受了什么刺激，精神不正常了，放着好好的阔太太日子，不过非要去过苦日子。但是我跟大家讲，错，大错特错。现在的人啊都不懂，都被物质和虚荣给洗脑了。他这根本不是疯了，他这是在给自己布置一个全宇宙最顶级的风水大局。这在咱们道家文化里叫做什么？这就叫大道至简，返璞归真。你们记住了啊！我在讲课的时候经常说，最高级的风水绝对不是往身上堆金砌玉，绝对不是穿名牌开豪车，而是返璞归真。我把这句话重复3遍，希望你们能刻在脑子里。真正的顶级风水是大道至简，真正的顶级风水是返璞归真，真正的顶级风水是让你的心彻底自由，不再被任何外物所绑架。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从风水磁场的角度来给大家拆解一下。诸位啊，你们想一想，人为什么要穿名牌？为什么要背几万块钱的包？本质上是因为你内在的能量场不够强大，你的底气不足，你需要借用那个品牌所代表的富贵、地位，这种外在的阳气来给你自己撑腰，来向别人证明我过得很好，我很有实力，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每一个品牌，每一件名贵的物品，它都有它自己的磁场和执念。当你把这些东西穿在身上的时候，表面上看是你拥有了它，但从玄学上看，是它控制了你。你为了不弄脏那件几万块的衣服，你走路得小心翼翼；你为了配得上那个几万块的包，你得端着架子。你的能量在不知不觉中就被这些外在的物质给消耗掉了，吸干了。而咱们这位影后，她为什么要把所有的商标都剪掉？这个动作在玄学里叫做斩断执念，破除结界。剪掉商标就等于剪掉了这个物品附带的阶层属性、攀比属性和虚荣属性。这件衣服它就还原成了它最本来的面目，一块用来遮体保暖的布。当他穿上这件没有商标的衣服时，不是衣服在定义他，而是他在定义衣服，是他的灵魂赋予了这件衣服生命。这就是道家里讲的无我与真我。
老子《道德经》里早就讲过了：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当一个人经历了所有的繁华，尝遍了人生百味之后，如果他开悟了，他一定会主动褪去所有的包装，因为他发现人生中最沉重的包袱就是那个面子，就是那个虚假的人设。命运就像河流，你改变不了流向，但你能改变自己的位置。大部分人拼命往名利场的中心游，那里水流最急，最容易翻船。而他呢，他主动游到了岸边最浅、最平静的贫民区。他养流浪狗，学剪辑、画画，过着最普通的日子。这叫什么？这叫接地气。诸位啊，人是立在天地之间的，你的双脚必须踩在泥土里，你才能源源不断地从大地吸收能量。那些天天住在半山豪宅，出门脚不沾地的人，时间长了，身上全是虚浮之气，一旦遇到灾祸，摔得比谁都惨。所以他现在活成什么样呢？在跨年夜的时候，他穿着最简单的牛仔裤和长袖 T 恤，连妆都不化，素面朝天地跟朋友们大笑。他不再是那个被千万人仰望，但内心千疮百孔的影后了。他变成了一个把每一天都活成自己喜欢的普通人。这就是一个人修行的最高境界。他不靠任何风水摆件，不求神拜佛，他把自己这个人修炼成了一个坚不可摧、圆融自洽的能量场。外界的嘲笑也好，赞美也罢，对他来说就像是一阵风吹过，根本留不下任何痕迹。但是诸位啊，听到这里你们肯定会问了：哎呀，老师，他是大明星，他有钱，他赚够了，当然可以返璞归真。我们就是普通老百姓，天天还得为房贷车贷发愁，我们怎么学他这种顶级风水啊？问得好。咱们学易经，看名人的故事，不是为了听八卦，而是为了拿来己用，改变自己的命运。如果你现在诸事不顺，如果你现在烂桃花缠身，如果你觉得生活处处在打压你，别急，我就要给大家掏心窝子了。我把从这位影后身上总结出来的，结合咱们古人几千年传下来的风水命理秘诀，总结成3个不花钱的实操绝招。只要你照着做，我保证你的磁场会瞬间改变，斩断烂人，聚拢旺气。诸位啊，现在咱们深吸一口气，稍微停顿一下，把刚才讲的那些大起大落的故事能量先在心里沉淀下来。大家感受一下自己这一呼一吸的节奏，是不是觉得心境平稳多了？好，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讲的全是可以立刻改变你生活现状的纯干货了。很多人听完前面那位大满贯影后的故事，可能会说：哎呀，老师，人家是大明星，人家赚够了钱，受了伤可以去海外隐居，可以去玩极简生活。我们就是普通老百姓，每天一睁眼就是房贷、车贷、孩子的学费，我们怎么学他这种顶级风水啊？你们啊，这是典型的走入误区了。我跟大家讲，诸位记住了啊，真正的风水从来不是靠钱砸出来的，真正能改命的绝招全是不花钱。老祖宗留下的易经智慧，从来不是为了服务少数达官贵人的，那是咱们老百姓安身立命的根本。今天我就把从这位影后身上提炼出来的道家智慧，结合咱们千年的命理学，给大家总结出3个立刻就能用，马上就能见效的改命绝招。不管你现在多倒霉多穷，只要你照着做，我保证你的磁场会瞬间改变，斩断烂人，聚拢旺气。第一个绝招，
物理空间的无情断舍离，极简就是聚气。你看那位影后为什么要把名牌衣服的商标剪掉？为什么要住进贫民区的小房子？为什么要用一个不锈钢饭盒去打饭？这就是道家最核心的风水调理法，清空煞气。现在的人呢都不懂，总觉得家里东西越多越好，越贵越好。我跟大家讲，你去看看那些最近几年走背字、生重病，或者家里天天吵架的人，你推开他家的门看看，绝对是堆满了各种舍不得扔的破铜烂铁、旧衣服、旧鞋子，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在风水学上，这叫什么？这叫气质。易经里讲，万物皆有磁场，死水是养不出真龙的。你家里那些3年都没穿过的衣服，过期的化妆品，别人送的你根本不喜欢的杂物，它们在角落里落灰，就是在源源不断地散发着阴气和死气。这些阴气堆积在一起，就把你家本该流动的财气和旺气全部给堵死了。所以想改运的第一步，诸位记住了啊！今晚回家马上拿几个大黑塑料袋，把你家里那些没用的、破损的、带有不好回忆的东西无情的扔掉，全部清空。你扔掉的不是垃圾，你扔掉的是你生命里陈旧的因果和煞气。当你的房间变得极简干净，当阳光能毫无阻挡地照进你家地板的时候，那个生生不息的正能量场才会重新建立起来。记住，大道至简，留白才能聚气。第二个绝招，斩断消耗你的人肉烂桃花，破除吸血鬼磁场。前面咱们讲了，那位影后谈了11次恋爱，甚至拿上千万去救男人的公司，最后被劈腿。他是怎么改命的？他是不再执着于在垃圾堆里找依靠了。诸位啊，命运就像河流，你改变不了流向，但你能改变自己的位置。如果在你的生活里有一个人，不管他是你的男朋友、女朋友，甚至是你的某些亲戚朋友，只要你一跟他接触，你就觉得心烦意乱，觉得特别累，觉得自己的钱财和精力都在莫名其妙的流失。我跟大家讲，不用怀疑，这个人就是你命里的劫，他就是玄学上常说的吸血鬼磁场。很多人有一种极其要命的错觉，总觉得自己是救世主，总觉得只要我对他好，他总有一天会感动的，只要我再忍忍，日子总会好起来的。大错特错。在命理学里，烂桃花和恶人就是来吸你阳气的。你越是心软，你越是纠缠，你的运势就被他拉得越低。你看看那位影后，一旦发现男人劈腿，一旦看透了这段感情是消耗，她就算受了再重的伤，也是挥剑斩情丝，绝不拖泥带水。所以想要聚拢旺气，你必须学会狠，拿起你心里的那把刀，把那些每天给你传递负能量、天天向你索取、永远在消耗你的人全部拉黑、删除、远离。诸位记住了啊，不要怕得罪人，保护你自己的能量场，就是你这辈子最大的功德。你把这些漏气的窟窿堵住了，你的财运和贵人运自然就会好起来。第3个绝招，建立绝对的屏蔽力，修出护体罡气，这是最难的一步，也是最厉害的一步。你看那位影后50岁在某大型音乐节上唱歌跑调，跑得一塌糊涂，全网的人都在嘲笑她。要是换了别人，可能就抑郁了，觉得没脸见人了。可她呢，笑眯眯地说，再给我20次机会。为什么她不怕被嘲笑？因为她修出了咱们道家所说的护体罡气，也就是现代人常说的屏蔽力。现在的人啊，活得太累了。为什么累？
因为太在乎别人的看法了。领导皱个眉头，你一晚上睡不着，亲戚过年阴阳怪气说你2句，你气得肝疼，在某社交平台上发个动态，没人点赞，你觉得人生没意义了，对不对？大家是不是都这样？你这就等于把你身上的能量开关交到了别人手里，别人随便按一下你就短路了。这在玄学上叫做心神失守，外邪入侵。怎么建立屏蔽力？你要从心里深深地认识到一件事，这个世界上除了生死，其他的全都是幻象，全都是剧本。别人骂你、嘲笑你、看不起你，那是因为他们在他们自己的认知局限里打转，这股恶意的因果是算在他们自己头上，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要拿别人的因果来惩罚自己？古人的智慧早就说了，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别人说你好，你身上不会多长一块肉；别人说你坏，你也不会少喘一口气。当你把外界的声音彻底屏蔽掉，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收回到自己的呼吸上，收回到自己今天该吃什么饭，该怎么把手头的工作干好上，这时候你的心就定住了。易经里讲艮为山，你的心定得像一座大山一样，外界的任何狂风暴雨都吹不动了。这时候你的护体罡气就修成了，全宇宙的好运都会被你这座大山给吸引过来。诸位啊，这3个绝招，物理上断舍离，人际上斩断消耗，心理上建立屏蔽力，不花你1分钱吧？但只要你从今天开始做，不出3个月，你自己就能感觉到身上有一种脱胎换骨的轻松和好运。好了，咱们这万字长文马上就要进入到最关键的尾声了。前面讲的这么多命理真相和改命秘诀，你可能听得有点眼花缭乱。别急，最后一部分我必须给大家做一个保姆级的重点复盘，还要告诉大家一个能迅速积累无量福报的大秘密。诸位啊，咱们今天这堂课讲到这里，算是把这位大满贯以后大起大落的半生轨迹，用易经和命理的透视镜给彻彻底底的拔了个底朝天了。讲了这么多，信息量实在太大了，对不对？我知道你们平时工作忙，压力大，记性不好，听完这个故事可能睡一觉，吃顿饭就忘得差不多了。不行，作为一直陪着你们的老朋友，我是真着急啊！我今天必须要在最后啰嗦一遍，我就像个保姆一样，手把手的再给大家复盘一下这几个风水禁忌，你们打死都不能犯。这几个命理真相，你们一定要时时刻在脑子里。你们要明白，这些绝对不是我个人的瞎说，这全都是古人几千年世世代代用血泪总结出来的智慧啊！第一点，诸位记住了啊，亢龙有悔，物极必反。我今天把这句话讲了，绝对不下5遍了。如果你的人生走到了巅峰，或者突然赚了一笔大钱，突然升了职，千万别飘，别得瑟，赶紧去做减法，去放低姿态。为什么？因为命运就像河流，你改变不了流向，但你能改变自己的位置。你什么都想死死抓在手里，名利、金钱、地位，你全要，最后这股巨大的能量反噬过来，你连命都保不住。放下那些外在的虚荣，减掉身上那些虚假的标签，才是最高级的拥有，对不对？第二点，少年得志大不幸，福不配位必有灾殃。如果你现在20-30岁，觉得自己怀才不遇，天天受委屈，你该庆幸啊，这是老天爷在给你筑起那道承载福报的大坝。没有那个厚实的容器，千万别去接那个天降的洪水，接了就是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灾难。你要把受过的打压、听过的骂声，
用痛苦去磨练心性，转化为保护你的铠甲。这就是咱们命理上说的以杀化印。第三点，情债和血光之灾都是老天在帮你渡劫。你在感情里被骗了，你在事业上摔得头破血流，这不是老天爷瞎了眼在惩罚你，那是老天在帮你把那个虚荣的、软弱的、依赖别人的壳给硬生生的砸碎。人不痛绝对不行，不破绝对不立。只有经历了这种碎裂，你那个真正独立、无坚不摧的真灵魂才能破茧而出。最后就是那3个必须立刻执行的改命秘诀，回家立马进行物理空间的无情断舍离，把你家里的破烂旧衣服全扔了，清空煞气，留白聚气。人际关系上斩断消耗你的烂桃花和吸血鬼，别当救世主，保护好自己的能量场。心理上建立绝对的屏蔽力，修出护体罡气，任凭别人嘲笑谩骂，你自岿然不动。诸位啊，讲到这里，我要跟大家交个底，告诉大家一个全宇宙最核心、最顶级的改命秘密。你们要明白，说1000到1万，看遍了世间繁华，最好的风水其实就是人心，最好的命运其实就是修为。你就算花几百万请人把家里的风水局摆出一朵花来，如果你心怀恶念，如果你极度自私，天天怨天尤人，算计别人，你一样过不好这一生。因为你的根烂了，你承载不住天地间的旺气。那怎么修这颗心？怎么最快速地为自己和家人积累福报？我教大家一个最简单最根本的方法，那就是利他思维。诸位想想看，咱们身边有多少亲戚，多少朋友正陷在痛苦的烂桃花里拔不出来？有多少人因为一点小挫折天天抑郁抱怨？有多少人赚了点小钱就开始飘飘然，正一步步走向破财败运的万丈深渊？如果你把今天这条视频，把你学到的这些老祖宗的智慧转发给他们，你不仅仅是在分享一个视频，你是在给那些正在受苦的人递一条救命的绳子啊！你的转发可能就点醒了谁，可能就救了谁一生的命运。这就是你在积累的无量功德啊！在咱们的道家智慧里，能量永远是共振的。你点醒了一个人，这个人以后少作恶，多行善，过上了好日子，这其中就有你的一份阴德。一个人改变了认知，就能影响他背后的整个家族，一个家族的磁场变好了。你作为那个最初传递火把的人，你的福报得多大？老天爷能不眷顾你和你的家人吗？所以诸位啊，如果我今天讲的这些道理，不管是哪一句话对你有那么一点点启发，让你心里敞亮了，请动动手指给星途天机点个赞，关注我。别小看这个点赞和转发，你的每一个善意的转发，每一条正向的留言，都是在为一个更清醒、更强大的自己铺路，都是在为自己和家人祈福。不信咱们就拭目以待，看看你的生活会不会因为你今天的这一份善念，这一次分享而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最后，我强烈建议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现在的感悟，或者打下一句为你自己、为家人祈福的话。你可以打无情断舍离，迎接大福报，也可以打斩断烂人，修出护体罡气，或者就是最简单的一句愿家人平安顺遂。我们要把这个评论区变成一个充满正能量的磁场聚宝盆。大家一定要明白，大家聚在一起，互动越多，大家的共同能量就越强。在这个强大的正向能量磁场里，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得到护佑，都能
逢凶化吉，逢考必过，顺风顺水。好了，今天这堂大课就给大家讲到这里。认清自然规律，掌握自我修为，咱们下期再见。祝诸位福生无量。